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海波，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。今天咱们聊一个听起来特别简单的事，您觉得您会洗澡吗？我这么一问，估计很多朋友都要笑了，活了几十年，澡还能不会洗？是啊，洗澡就像吃饭喝水，太普通了。但今天我要认真的说，对咱们年过50的朋友来说，这件小事里头可能藏着值得注意的健康考量，甚至会影响整体健康状态。为什么特别强调50岁这个坎儿？因为这时候身体真的开始不一样了。对女性朋友，相关生理期前后，体内激素变化大，血管弹性可能不如从前，骨质流失也在加快。对男性朋友，50岁常常是心血管状况开始变化的时候，血压不稳了，心脏的储备能力也在悄悄下降。年轻的时候，身体底子好，洗澡怎么舒服怎么来，爱用温度较高的水，一洗半个钟头，搓澡也使大劲儿。可过了50，身体的基础条件变了，如果还守着老习惯，那热乎乎的浴室说不定就会变成一个需要留意的地方。我听说过不少例子，有人在洗澡时滑倒，有的洗着洗着忽然感到胸闷，还有的洗完澡出来，血压波动，诱发了心脏或头部的不适。这些情况的发生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特别严重的疾病，仅仅就是洗澡的方式可以更得当。所以今天在岁月安心站，我想跟您好好聊聊，咱们把洗澡这件事，从水温、时间、顺序到动作，都仔细说一说。相关专业人士常常提醒，50岁以后，为了健康，洗澡时请您一定记住下面这4不要。这不仅仅是洗澡的规矩，更是咱们给自己准备的实在的呵护建议。在细说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希望往后听到更多这样实在的提醒，请您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这样岁月安心站更新的实用知识您就不会错过了。如果您觉得咱们聊得在理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敲个1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您的经验和想法也随时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首先来聊第一个，不要，这也是很多朋友最爱犯，甚至觉得最享受的一个误区。水温啊，千万不要过高，可别贪图那一时烫的舒服劲儿。说到这，我知道好多朋友，特别是北方的老友，要跟我说到了，海波，你不懂，尤其是冬天，外面冷风嗖嗖的，进了浴室，我就喜欢把水拧到热一些，那热水浇在身上，热气一蒸，浑身的寒气好像都被驱散了，骨头缝都松快了，那才叫一个舒坦。洗那温吞水，没意思，还觉得冷飕飕的。各位，您这种感觉，我特别理解，追求热乎是人的天性。但是从咱们这个岁数，身体的实际情况来看，用太高温度的水洗澡，可能就像在给咱们的血管做一次压力测试。咱们来琢磨一下这里头的道理。当您把超过42度甚至更烫的水淋在皮肤上时，身体里会发生啥？首先，全身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会急速扩张开来。您想啊，咱们身体里的血液总量就那么多，大概4-5升，皮肤表面的血管突然变宽了，大量的血液就会从身体内部，从头部和心脏涌向皮肤表面去散热。这直接导致啥结果呢？就是头部和心脏得到的供血，短时间内变少了。年轻人调节能力强，心脏多跳几下，血压就能稳住。可咱们50岁往上，特别是本身血压就高，心脏功能需要留意，血管状况有变化的朋友，咱们身体的这套调节系统，它反应没那么快了。这时候，心脏为了把血泵到全身，只能加快工作，您的心跳会瞬间加快。这对于一颗用了几十年的心脏来说，负担可不小。同时，因为血管扩张，血压会先升后降，出现波动。这种波动特别容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。这就是为什么好多老人在浴室里待着，忽然觉得头晕眼花，眼前发暗，那不是简单的热晕了，那是大脑供血出现了变化。而且高温洗澡的考量还不止于此，
它对咱们的皮肤也是一场考验。岁数大了，咱们皮肤的皮脂腺慢慢萎缩了，分泌油脂保护皮肤的能力大不如前。这层天然的油脂膜是用来锁住水分，保持皮肤健康的。您要是天天用较热的水去洗，这层本来就很薄的保护膜就被洗得比较彻底。洗完澡出来，您是不是觉得身上，尤其是小腿前面特别干、特别痒，一抓就起皮屑，甚至抓出痕迹？这就是较高温度破坏了皮肤屏障，可能引起皮肤干燥或不适。您越觉得痒，就越想用热水洗，洗后暂时舒服，过后可能更痒，这就成了循环，最后皮肤干燥，体验不佳。所以吴海波给您的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咱把水温实实在在的调整一下。根据很多观察和经验，最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洗澡水温不是越热越好，而应该控制在37度到40度之间。这个温度是什么感觉呢？您不用专门找温度计，它就是比咱们的体温大概37度稍稍高那么一点点的温水，水淋在身上，您的感觉应该是温热，是那种很舒服的暖意，而绝不是烫，绝不是让皮肤一下子收紧或者刺疼的感觉。肯定有朋友心里嘀咕，水不热，那还能叫洗澡？我就图那一下的感觉，热一些才舒服呢。各位，这正是咱们最需要调整观念的地方。先说解乏，热水一冲，血管扩张，血流加快，是有一时畅快的感觉。但您别忘了，咱们的血管用了大半辈子，它需要更温和的对待。您用高温热水一刺激，全身毛细血管扩张，大量的血从心脏和大脑被引导到皮肤表面，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会相对减少，这需要留意。再说止痒，觉得热一下就不痒了，那其实是温度暂时影响了皮肤感觉，让您感觉不到痒了。可这么一洗，把皮肤上那点宝贵的油脂保护层洗掉了，皮肤失去了锁水能力，洗完澡水分一蒸发，皮肤可能比之前更干，这需要权衡。所以听我一句，试试37到40度的水温，习惯了之后，您会发现洗完澡心跳是平稳的，脑子是清爽的，皮肤是润润的，不紧绷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舒服，是对自己身体实实在在的呵护。那怎么是水温呢？您可以去买个几块钱的防水温度计，挂在淋浴头旁边，一目了然。如果不想买，就用身上皮肤柔嫩的地方试，比如手腕内侧或者手肘弯，就像给小孩试水温那样，千万别用手掌或手背试。咱们干活的手，皮肤感觉可能不准，手觉得刚好的，身上可能已经偏热了。说完水温，咱们紧接着聊的二个不要，时间不要过长，千万别在浴室里停留过久。我见过不少老朋友，特别喜欢泡澡，一进去就是半个多钟头，觉得这样才能彻底放松。淋浴的也常有开着热水冲着，哼哼歌，想想事，不知不觉时间就溜走了。朋友们，浴室是个相对密闭的空间，热气蒸腾，时间一长，里面的氧气含量会下降，您呼出的二氧化碳却越来越多，您可能会感到胸闷、气短、头晕，这就是空气流通不足的表现。对于心肺功能需要留意的咱们来说，这无疑需要注意。而且长时间让身体处于热水中，血管会持续扩张，血液大量流向体表，心脏为了维持循环，就得一直工作，负担不轻。同时，身体散热也会导致大量出汗，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，血液会变得相对粘稠。这对于有血管状况需要注意的朋友来说，也需要留意。那么，洗多久才算合适呢？吴海波给您一个参考，如果是淋浴，10到15分钟完全足够了。这个时间足够您把全身清洁干净，让身体暖和过来，又不会给心脏太大负担。如果您习惯泡澡，那也请您一定把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。可能有朋友说，我洗得正舒服呢，哪顾得上看时间啊？这确实是人之常情，所以咱们得用点小办法。您可以在浴室里挂个防水的大字闹钟，
或者进浴室前用手机定个15分钟的倒计时，铃声一响，这就是提醒，不管多舒服，都得适时结束，关水出来。养生啊，讲究的就是个度，过了度，好事也便需要注意。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，如果在洗澡过程中，哪怕没到时间，只要您感觉到一丝一毫的不舒服，比如突然心慌、胸闷、喘不上气、眼前发暗或者莫名的头晕，请您千万不要勉强坚持。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刻关掉水龙头，停止热水刺激，然后别急着往外跑，这时候站不稳容易滑倒，马上在浴室里坐下来。所以我建议有老人的家庭，浴室里可以放一个防滑的塑料小板凳，方便休息，坐低了，身体感觉也能缓一缓。同时把门开条缝，或者把排气扇开到最大，换点新鲜空气进来，静静地坐一会儿，等那阵不舒服的感觉彻底过去了，再慢慢擦干，穿衣服出来。记住，在健康和安全面前，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您去勉强。聊完了水温、时间，咱们接下来说的这第3个不要，可能会改变很多朋友几十年的习惯，这就是洗澡的顺序不要错，特别要注意，千万别一进浴室，抄起水龙头就冲着脑袋先洗头。您回想一下，平时洗澡时是不是脱了衣服，调好水温，然后很自然地拿起花洒，先把头发冲湿，再抹洗发水？这个顺序似乎很自然，从上到下，感觉顺理成章。对于年轻体健的朋友来说，这样做一般没什么影响，但对于年过50的朋友来说，这个先洗头的习惯可能需要稍加留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分析一下身体的反应。头部是人体重要的部位，血管丰富，对温度变化也比较敏感。冬天刚脱下衣服时，身体温度还没有完全适应，皮肤的血管处于收缩状态。如果此时直接用热水冲洗头部，头部的血管会因为受到热刺激而迅速扩张，血液会更多流向血管扩张的区域。这样一来，大量血液可能从身体其他部位涌向头部。这里有2个方面值得注意，一是心脏和身体核心区域的血液供应可能会相对减少，若心脏本身供血功能较弱，可能引起身体不适。二是大量血液短时间内涌向脑部，对血管状况可能已有变化的老年朋友来说是一种负担。如果这时水温再有波动，一热一冷刺激，容易导致脑血管反应。对于血管状况需要注意的老人，需要更加小心。相关报道里长听到的老人在浴室出现头部不适，很多时候这顺序值得思考。除了血管，还有动作本身的问题。洗头时，咱们通常要长时间低头、弯腰或者后仰脖子，双手举过头顶揉搓。这个姿势对年轻人轻松，对咱们中老年人却是个负担。双手上举可能增加身体负担，长时间低头或后仰，容易影响到给大脑供血的血管，引发不适。在湿滑的浴室里，一旦头晕，需要注意。所以，正确的、更稳妥的洗澡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吴海波给您推荐一个洗澡3部曲的一步：先洗脸，因为一进浴室，热气一熏，脸上的毛孔就张开了。趁它们刚打开，先把脸上的灰尘、油脂洗干净，避免它们钻进毛孔，这对皮肤好。第2步，洗四肢和身体，这是关键的适应步骤，别直接冲胸口或脑袋，先拿起花洒，冲冲脚，冲冲腿，再冲冲手和胳膊，就像活动前先热身一样。这是给身体一个信号，让远离心脏的肢体血管先慢慢扩张，血液循环慢慢加快，让整个身体适应浴室的热环境。这个过程大概3-5分钟，等全身都暖和了，再循序渐进地冲洗躯干和后背。第3步，最后洗头，等到全身都洗热乎了，适应了，头发也被水蒸气润得差不多了，这时候再开始洗头。此时头皮血管不会受到突兀的冷热刺激，身体的血液循环也已经进入平稳状态，身体负担小，发生不适的风险就降低了。
而且这时候头发软化了，洗起来也更省劲、更干净。您看，就这么调整一下顺序，先脸，再身，最后头，看似是个小变化，但它体现的是对咱们年龄特点的尊重，是对身体循环系统的体贴呵护。好，最后咱们来聊第4个，不要洗澡时的动作不要过猛，尤其不要太执着于使劲搓。在很多朋友的观念里，洗澡就得搓，不搓出点东西来，就等于没洗干净。于是喜欢用粗糙的搓澡巾在身上，尤其是后背，用较大力气搓，非得搓得皮肤通红才觉得干净。吴海波得告诉您一个事实，您搓下来的那层灰白色的东西，主要不是脏东西，那是您皮肤最外层的角质细胞，是皮肤天然的屏障和保护层。这层屏障能帮皮肤锁住水分，抵抗摩擦。年轻人新陈代谢快，搓掉一层很快能长出来，可咱们上了年纪，皮肤代谢慢了，这层屏障本身就变薄了，变得脆弱、干燥。如果您还使劲去搓，等于把这层宝贵的防护层给去掉了，结果就是皮肤保水能力变差，洗完很干，防御能力下降，过度摩擦还可能对皮肤造成刺激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有关节状况、骨质疏松的老友，那种大幅度、用较大力气的搓澡动作，很容易引起肌肉或关节不适，万一脚下一滑，还可能摔倒。为了搓掉那点其实不用那么用力也能清洁的角质，冒这么大风险，实在不值得。所以，吴海波给您的第4个建议是，温和地对待您的身体。洗澡是为了清洁汗渍和灰尘，不是为了过度清洁。建议您把那个粗糙的搓澡巾换掉，改用柔软的纯棉毛巾或者天然的海绵。涂抹沐浴露后，用手或毛巾轻轻抚摸着清洗就足够了。后背够不着的地方，可以买个长柄的软毛沐浴刷，轻轻刷一刷，或者让家人帮忙轻轻擦洗。记住，对于咱们的皮肤，尤其是老年人的皮肤，温和清洁比用力搓洗重要得多。除了这核心的4不要，吴海波再给您补充几个关乎稳妥的小贴士，您也一定记在心上。第一，浴室环境要弄稳妥，地面一定要铺上防滑垫，淋浴区和浴缸外都要铺，墙边，尤其是马桶和淋浴旁边，最好装上牢固的安全扶手。冬天洗澡，提前用取暖设备把浴室烘暖，避免脱衣时着凉，这些小投入能提升安全。第二，选对洗澡的时机，饿着肚子别洗，容易血糖低引起不适。刚吃完饭别马上洗，血液都去胃里帮忙消化了。洗澡容易让身体负担加重，饭后至少歇1个小时。饮酒后不要洗澡，酒精本身就让血管扩张，再加上热水，需要注意血压变化。第三，学会倾听身体的话。洗澡时，身体的感觉是最直接的信号。如果您在过程中出现心慌、头晕、胸闷、手脚发冷、眼前阵阵发暗，别不当回事，这很可能就是身体在提示需要休息。这时候必须立刻停止，按照咱们前面说的方法处理。休息后还不舒服，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人士。总的来说，朋友们，咱们把握好水温、时间、顺序和动作这4个关键点，再结合安全的浴室环境和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就能让洗澡这件日常小事真正变得稳妥又享受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在洗澡时感到不适，往往不是因为洗澡本身多危险，而是咱们没有根据身体的变化，及时调整那些习惯了几十年的老方法。我们总爱说，想当年我如何如何，但咱们得承认，身体这台机器用了这么多年，有些功能就是不如从前了。接纳年龄不是认输，而是智慧，承认它，顺应它，小心翼翼地保护它，咱们才能用得更久、更安稳。注意这些洗澡细节的50岁以上朋友，整体体验和状态会更好。尤其在冬天，温差大，血管收缩的厉害，再用热水一刺激，需要注意。把这些细节做好，就是在为咱们的生活
一点一滴的积累健康基础。说到这，吴海波想跟各位老哥老姐聊聊心里话。咱们活到50、60岁，风风雨雨都过来了，到这个岁数，心里最图啥？说实在的，不就是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这8个字吗？健康不会凭空来，得用心经营，关键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。就拿洗澡来说，一次洗不对或许没事，但长期用可能欠妥的方式对待老化的身体，就需要留意。所以从下次洗澡开始，试着改变一下，水温别太热，时间别太长，顺序要留心。刚开始可能不习惯，不过瘾，但请您为了自己坚持一下。当您坚持下来，您的身体会感谢您的温和呵护，更重要的是，您的家人会感到安心，您的安康就是他们最大的福气。最后我想说，咱们每个人才是自己健康真正的守护人。如果您觉得吴海波今天在岁月安心站聊的这些，哪怕有一句话对您有启发，请您给我点个赞。这个赞不仅是给我的鼓励，更是您对自己健康的一份重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咱们下期岁月安心站再见。祝您和您的家人都健康，都平安。